大家好，欢迎回到交易之刃。今天我们继续跟大家一起对市场进行分析和展望。交易之刃这个频道是一个小众的针对交易者的分享的频道。那么如果您有幸看到我们频道对您的交易有一定帮助，请给我们点赞、分享、转发。我们在这里不会马后炮，也不会去预测市场的走势，而是分享对市场的观察和我自己对市场上的应对。好了，请您进入我们今天的视频。那么今天呢，我想跟大家一起分析以下几个方面。首先，这里面我们刚经历了四巫日，跟大家一起来回顾在以前四巫日的情况下，四巫日之后的走势分别有几个不同的特征。第二，我们看到多个维度的信息，空头也就是空方的力量来到了鼎盛。那么来到鼎盛的空方后面是出现崩溃式的下跌，还是出现底部的反转？我们该如何看待？更重要的是，我们将如何的去应对呢？那请您跟我一起走进今天的视频。今天呢是四巫日，今天市场是放出了一个巨量。那我们首先呢，先对四巫日的市场的表现，我们做出一个回顾。那么我这里呢，用蓝色的线画出了往次每次四巫日的一个市场表现。我们可以看到其实有一定规律的。为什么呢？因为衍生品市场现在是非常大的一个市场，因为衍生品非常大非常多，它某种程度上对于市场上很多多空资金的博弈产生着非常巨大的一个影响。因为举例说如果现在你是一个多头或者一个空头，你在现在这个时候去拉升一只股票或者是买入，都会带来很多的阻力和压力，操作起来呢困难多一些。所以一般来说，四巫日它所带来的混乱程度，让很多资金呢一般都会采取观望，等待处理完了再做行动的这么一个作用。那么四巫日呢，大家可以看一下维基百科或者其他地方的定义，就是股票、股指、期货期货、期权他们的这个时候的结算。那么我们今天看到今天这个是四巫日，收到了一个十字线。那么整个这一段时间下来，从9月、8月中一直推下来的这一段，其实呢下跌是非常多的，好，那么我们再来看一下上一次四巫日是什么地方呢？上一次四巫日正好是这一波下跌的最低点。所以上次四巫日结束之后，市场上开启了一波反弹那么这是上一次。上次我们可以看是在这一天，市场上是底部向上翻的中间，趋势延续了一段时间后一个反转。那我们可以看这一次我们不知道，这一次是恰好是最低，这是什么？延续一定程度后的一个反转。但是这次也是，这一次再向前一次，在2011年的11月12月，那么这个地方形成的是一个下跌之后延续之后的又一个什么反转。那我们再往回看之后也是在下跌行情中，这是个上涨趋势，进入下跌之后延续了一段之后的一个反转。所以我们看到四巫日出现之后，就是两种情况，一种呢是会出现一个短暂的一个延续，还有一种情况是当时那一天就是反转日。如果你现在所处的位置够极端的话，它就比较容易出现反转日。那如果不是特别极端，它可能向上或者向下再延续一段时间。那么有没有例外呢？有。那比如说这段那么趋势在这一段时间结算了以后，它就延续了这个趋势，所以说这个季度是涨的，那这个季度是延续了下跌趋势之后反转。那我们看这一段也是我们把它这会儿拨一拨。好，我们再看一看这个地方好，那我们看之前2022年的这个我们看完之后，我们继续向前。那么这个段是21年的月中延续了一段向上，
这一段是直接什么，也是直接没有延续，就直接向上。那么我们看21年的这个趋势是比较强劲的，它基本上就是小级别的延续了一下，因为它的回调都比较小，我们把它放大一点，大家可以看到它的回调比较小，它都是延续了一个小级别的下跌之后就向上了，延续都是小级别的下跌。那么我们看比较大稍微大一点的回调发生在20年20年的这个9月份那个回调也是，它是跌的比较多这个之间是一个什么呢？是一个当时的一个暴涨行情，然后跌的比较多之后呢，大家看它是一个 ABC 的走势，基本上也就是后面的3到4天也是延续了下跌趋势一小部分之后，就形成了一个新的向上的这么一个动能。当然后来中间它还有波折，像这个都是中间还有波折，对吧？中间还有波折，但是你看这也是下跌比较短，它延续了一下，就上去，延续一下就上去。那么往往我们又看到4、5日和美联储开会和一些经济事件又有些联系，所以就是为什么4、5它的附近总是形成这种涨跌的一些关键点，就是因为它和一些事件包括季度的结算都离得非常近，每次的13、90不是3、6、9、12这个每个季度的第3个礼拜的结算又是在什么呢？这个季度结算和月度结算比较近的地方，所以特别容易什么形成反转。那么大家看这段也是，之后我们再看到20年的一个大跌20年那个大跌正好是什么最低点，也就是说特别大的特别猛的向下，最低点的那天如果是4、5特别容易形成一个反转那当时这个3月23的这个反转呢，不光是因为4、5，同时还有当时政策的一些变化，但这个政策的变化是提前一点出来的。那么最后4、5这一天最后打到最低那么再看这里，这是一个完全的延续这是一个完全的延续。这里面也是一个什么？这是一个顶部的反转这里是个顶部的反转，这是19年我们再看到我们看19年顶部的一个反转，这是什么？延续延续，但是有些地方像这个就是不太好判断了而且你不能说每次似乎都是一个绝对的顶上。那这个位置上大家可以看到就是一个上升趋势，也是一个什么？一个在这个位置上形成了一个小幅的反转。那么18年的大跌，就任何大跌的时候这4、5日特别容易形成一个反转。那你看这里形成了一个什么4、5日的一个第二天马上就反转了，同时在上一个4、5日就是一个顶。那么18年的整个就是一个4、5日跌到另外一个4、5日的一个状态那么大家有兴趣可以再继续看包括你看这个也是上一个4、5日是什么？是一个顶部，后面一个反弹之后向上。那么再向上的话，18年的话这个回调也是什么？延续了之后才反转，那么也是一个离这个顶比较近的状态。那么这个呢就比较难判断了。所以我们也看到其实4、5日是一个很重要的日子，它就是因为容易产生反转。那么上一个4、5日大家可以看到离顶是非常近的，而且上一个4、5日和上的4、5日之间这一段是完全的这种下跌。那么这个4、5日之间其实是一个震荡格局是个震荡格局。那么我们到底这个位置上是不是会形成底部呢？我们还要具体的分析。但是我们可以看到从时间上的这个角度分析，它是一个非常重要的时间节点。那么后面我们就会分解成2种或者3种不同的走势。一种是我们说下跌趋势到了4、5没问题不管了就是继续延续，还是就整个再跌一个季度。还有一种呢是它是离底部是比较近，但它不是完全的底部，是后面延续一段时间之后开启一个反转。那么还有一种就是说我们这个位置上已经跌了很多了，那它就是当下的最低，那么它直接出现反转。那么针对这几种情况，我们给出相应的我们如何去应对的这样的一个计划。好，我们聊完4、5之后，我想跟大家从另外几个角度去感受市场中多空的这种平衡关系。那么第一个呢，我跟大家上次分享过，这个分享是什么呢？就是现在市场上hedge也就是做空
的衍生品它所带来的规模是历史最大的。那么这个点呢，我觉得没有任何问题，就是市场上有大量的看跌期权的仓位是来到历史最大，也就是说市场上的大部分机构要不然是空仓，也就是 cash， 要不然的话就是什么呢？就是这个大量的保护，那么武装到了牙齿。这是第一个信息，大家来自于 Sentiment Trader， 我们所有的引用呢，我在下面都给大家网站标注好了。然后呢，回到这个 W3 Data 上，我把网站也贴到下面。那么这个地方呢，我们关注一下 NAAIM 这个经理人的持仓比例。那么现在呢，最新的一期是9月14号出来的数据，他们的持仓比例只有 33%， 那么意味着场外的很多现金等待入场。那么大量的这个机构现在没有太满的这个仓位，对于他们来说呢，一旦出现行情反转那么他们要跑步入场，这是一个怎么说呢？是一个偏多的。刚才我们看到大量的做空仓位的保护加上这个都是偏多，意味着什么？意味着场内多头非常的弱，而空头来到极盛。那么另外呢，我们从另外的地方我可以看到，对冲基金所占有的空头仓位也来到了几乎历史最大，也就意味着现在的空头仓位，不管是对冲基金直接空期货我们看到不管是 CTA 策略还是其他的其他策略所空的期货的仓位都是偏空头，而且非常大。再加上呢，大量的投资者持有的是现金，和我们看到大量的买 put 这种就是对冲的仓位又来到历史最大，那么意味着这里面是一个空头的鼎盛空头现在在一个鼎盛的这么一个环境。那么再结合当时四五日，一会儿我们来判断一下后期走势的应对。好，那么另外一个角度大家分析一下是来自 Coin Unicorn 的数据，我们看到的是 GEX， 那么今天呢还没有更新9月16号的数据。那么今天呢可以看到它的2年来的 percentile 是 0.4%， 那么意味着这几乎也是印证了我们说买 put 的数量来到历史最大，也就是这是一个历史上非常大的单向，大概每个过期日几乎都是由看空的期权所主宰的这样的一个市场。所以这是一个我们几方面的研究或者说数据支持什么呢？支持我们说这个现在是空头的一个鼎盛，空头的一个鼎盛。那我们再来看看这个 AARA 的 Investment Sentiment Survey， 这个东西是什么呀？这个东西是散户的一个情绪指标，它不是大家注意，这不是机构的，是散户的。散户的牛熊比来到了一个比较低的这么一个状态，当然不是最低不是最低，它仍然还有一些空间但是现在的牛熊比可以说是非常的就是非常的偏熊那再结合你身边的个人主观感受，那么这个市场中看空的、看腰斩的、看2000多的、看3000多的大家非常多也就是市场上大量的看空情绪弥漫的这个市场，那么我们说空头来到鼎盛，这是我们第二个观察。好，那我们刚才说了，也就是复盘了四五日的这个走势，加上我们对市场的观察，空头来到鼎盛。那么空头来到鼎盛意味着后市将如何去应对？其实呢在周四的复盘中，我其实给大家已经写出来，也写清楚了就是我们后续的2种走法。那么今天呢，我跟大家再重复一下这2种走法的一个分析。那么第一点呢，我们说到的是一个地方达到鼎盛，那么意味着什么？鼎盛意味着一定会走出一个非常离谱的行情。那么这个离谱行情，我们可以观察一下，有些年头。比如说20年的这一段，还是我看一下2018年的这一段，来自于2020年的这一段，
我们把2020年的这一段，我们把它拿出来，大家可以看到这一段最后的这个行情，也就是市场本来已经是出现了一个走弱的空头行情之后，后来的这一段疯狂的上涨，已经来到了一个比较离谱的这么一个状态。那么来到离谱的这么一状态的话，就是当多头在这个位置上达到了鼎盛，那么这个时候多头鼎盛，当时包括软银啊、孙正义啊，他们买了大量的这种期权，对市场形成了叫做 gamma squeeze， 大量的动能股在当时形成了非常强大的一个向上推的这么一个动力我们换一个其他的系统，大家可以看看就更明显了当时这个冒出来是冒的什么非常的多一般来说我的这个系统是这条线是很难冒出来的这是美股的一个规矩，冒出来非常一个多，为什么？就是对市场形成了一种就是多头鼎盛的一个最后一个冲击，把市场中的很多秩序给它都打垮了那么我们知道空头的鼎盛也会出现类似于的这样的一个情况那么这种情况如果我们看到是空头鼎盛，那么我们不能排除说还有比如说像这里这个位置上，这就是一个什么空头的一个鼎盛，空头的鼎盛向下有一个猛冲。那我们看到15年的那就是也是有一个空头的这种鼎盛，或者16年之后，它都是出现在了一个市场本身已经是非常恐慌且大多数是空头的情况下，仍然的最后出现了疯狂的向下这么一个打破了整个规矩的这么一个下跌，这是一个。那么还有一种情况下是当空头来到鼎盛的时候，它会转化为多头的开始，也就意味着市场中大量的空头持有的仓位随着多头的进场之后，多和空的力量从压倒性的多空仓变成逐渐有多仓进场之后，很多做空的机构开始平仓，而他们的平仓动作其实就是加入了多仓，而这个多空的转换是一瞬间就变成多头的一个碾压，这样就会出现一个什么呢？传说中的排空。那么空头被多头挤叫做排空或者轧空，那么多头被空头挤的时候，或者说多头的鼎盛反转的时候，称为多压多，就是多头和多头之间的踩踏。那么空头在底部呢，也是容易踩踏。那么这是我们另外一个观察。那么这就成了两种可能，一种情况下是向下出现一个非常大的下跌，然后反转；还有一种情况下，当下就是低点。那么我们跟大家说，为什么美股的底部普遍偏尖啊？举一个不恰当的例子如果你去坐过，比如说去上海或者北京的大城市里面坐地铁，早高峰有些线路繁忙，特别繁忙，你使劲人推着才能上那个车。为什么？因为早高峰时候大家普遍选择上班的时间比较集中，而晚高峰你却很难看到这样的情况，是因为晚高峰的时候大家选择不同的时间，有加班的，有早下班的，他下班的时间不一样，所以晚高峰反而没有那么的挤没有那么挤。所以我想跟大家讲的是什么意思？美股的空头的平仓有点像那个早高峰，就是因为什么呢？因为美股是一个增量的市场增量市场的时候，它这个地方空头觉得差不多的时候，其实也是多头觉得差不多的时候，大家都是在这个时候进去上车，那很容易就形成一个尖底。而空头卖出或空头进场或多头卖出的时候，往往是个圆顶，是因为大家容易有分歧。我这觉得挺高了，有人说还可以，我再拿一会儿吧。还有的是我觉得这地方才是买点呢，它容易有一个分歧，所以顶部形成是需要时间所以说相对来说是个缓和的圆顶或者是一个形态。所以我觉得就是非常有意思一点，我给大家都列出来了。那么我们回顾一下我们列出的这个交易计划，那么这个交易计划到现在仍然是可以应用的，就是我们整个周的整个这个周末的一个交易计划。那么我第一个结论是说，市场上仍然是空头占据绝对优势但是否极泰来之前，我们也有看到空头的那个刀刀见血的这个杀的多头片甲不留的这种咱们叫带血筹码崩出
现在呢有一个观察再分享给大家，就是大型科技股在面对非常大的抛压，那么大型科技股面对这个抛压和大量的做空机构做空和做空期权看跌期权进入，对这些大型科技股产生非常大的一个压力。那么如果他们顶不住继续向下，将对指数肯定会带来一个非常大的影响。那么这就是一种我们说的继续延续且出现刀刀见血的这种可能。另外一种可能是这里会有一些多头进场，而多头进场改变了板块的变化，那么就将出现一个什么呢？出现一个排空状况。但是不管是哪一种情况，我们来计划一下，不管是哪种情况，我们知道如果是出现了一个刀刀见骨的杀了刀刀见骨的这么一个情况，那么我们应该是做什么呢？我们应该在刀刀见骨的这个位置上，比如这是个阴线，紧跟着又是个阴线，我们在这些阴线的过程中阴线过程中，尤其是来到了这个相对低点以下进行买入或者是等一个阳线出来，而这个阳线再出来之后，一定会激发我们现在的这种比较强的发大财信号一定会激发发大财信号。那么我们就可以等，你可以保守一点去等一个发大财信号，也可以在这个下跌的杀的非常厉害的过程中等它这么一个机会。那么如果这里是反转的话也没有关系，那么也会爆发出一个小时级别的一个支撑。那么这里出来一个阳线，只要这里出来阳线之后这里出现了一个阳线之后，比如说这里出现了一个比较大的一个阳线，那么我们在这个位置上就形成非常容易做的一个止损。那我们在这个位置上也可以形成一个很不错的一个损益比的一个买卖。所以任何情况我们都有了一个比较好的这么一个应对这么好的应对。所以我们可以看到刀刀见血我们有一个计划，那么反转之后我有一计划。那还有一种情况下是缓跌慢慢跌下来的话，那就要非常小心，我们要看到市场有没有其他的催化剂对于后面的一个走势。因为缓跌的话有可能突然就加速，有可能缓跌就翻上去了，那么我们也要看市场的这样的一个走势。所以呢我们就把这个跟大家分享一下我们针对这个的计划。所以说今天呢我们的视频跟大家就分享到这里。那么如果大家喜欢我们的频道呢，请给我们点赞转发分享，还有什么问题可以留言。我们的 Discord 的链接也在下面，大家可以加入。还有就是如果想对我们的课程有兴趣的话，也可以看下面的 Teachable 的链接。那么今天呢我就跟大家分享到这里，我们下个视频再见。